咚咚吧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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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情好的时候要听故事，心情不好的时候要听故事。没有好也没有坏，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一起来听故事。故事要开始了。Hello， 欢迎各位收听故事开始喽！我是 Fabian， 本节目由声子音乐制作。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寻找青鸟下集。故事开始前，Fabian要提醒你，别忘了关注、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故事开始喽！离开了回忆的国度，契契尔和米切尔走到了一个黑漆漆的森林，不知道从何处总是飘来冷冷的风，让人害怕。走着走着，前方出现了一个阴森老旧的城堡，这座城堡的名字叫做夜之宫。契契尔和米切尔虽然感到害怕，但还是走进了城堡里。夜里没有光，照不亮前方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黑石波波巨浪。夜里没有光，迷途照不亮，分不清昼或夜，分不清真或假。他们走到了第一个名叫疾病的房间，打开房间，只听见许多痛苦的哀嚎。接着又走到了下一个名叫战争的房间，他们听见枪声、呐喊声，还有鹤唳的哭泣声。在下一个房间的名字叫做欲望，传来的豪迈笑声却让人悲伤。这个时候，在夜之宫的深处发出了一道微微的光亮。夜里没有光，照不亮前方，伸手不见五指，黑石波波巨浪。夜里没有光，迷途照不亮，分不清昼或夜，分不清真或假。靠近光源的地方，突然飞出了一大批的青鸟，每一只都闪耀着美丽的青色。契契尔和米切尔看了，立刻追了上去。黑看不见的，听得见吗？黑看不到的，摸得到吗？答案是不是？答案是不是就在你身旁？幸福是不是？幸福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？和你想的一样。他们一路追到了夜之宫的门口，没想到当青鸟们飞出了宫殿的大门，一见到月光，瞬间全部掉到了地上，变成了一动也不动的黑鸟。契契尔和米切尔觉得自己又再度的错过了青鸟。
离开了夜之宫，七七尔和米切尔走进了一座森林，走了好久好久。正当他们累得就要走不下去的时候，七七尔突然看见了一个高耸的大树上，有一只青鸟被困在一个像是用树枝做的笼子里。他们立刻兴奋地往前冲，想要爬到大树上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身旁的大树开始动了起来。只见身旁的大树一边念着咒语，一边用树枝把契契尔和米切尔的手脚缠了起来。森林里的大树们左右的摇晃，就像是在跳舞一样。不只是跳舞，他们看起来还很生气。嘣嘣吧哩吧哩吧嘣，嘣嘣吧哩吧哩吧嘣。大树的咒语越念越大声，甚至有好几个大树都在契契尔和米切尔的耳边咕哝着，要他们离开森林，因为人类只会砍树。契契尔听了着急地喊：不是的，我们只是想要寻找幸福的青鸟，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。大树接着说：你们破坏了我们的家园，就不可能得到幸福了。别碰我肮脏的手，不要误会我，人类，别看我的手，我没有。欲望是抗衡的傀儡，贪婪是无知的魔鬼，看我把你们丢到天边，再见。巴黎巴黎巴嘣巴嘣巴黎巴黎巴嘣。就这样，契契尔和米切尔连青鸟都还没抓到，就被树怪们抛向天际。依稀还能听见树怪们快乐地唱着歌，像是庆祝他们赶走了人类。空气、阳光和水，微风轻轻地吹，其实幸福近在眼前。空气、阳光和水，微风轻轻地吹，其实幸福近在眼前。简单的美好就在身边。正当契契尔和米切尔终于缓过神来，发现他们被大树们甩到了一个花园里，睁开眼睛，发现有好几只像是花朵一般的小精灵围在他们的身边。他们一一的自我介绍，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空气、阳光、水、微风。他们说这里是一个叫做幸福花园的地方，这里是幸福的花园，垂手可得幸福和喜悦，简单的美好就在身边。空气、阳光和水，微风轻轻地吹，其实幸福近在眼前。简单的美好就在身边。他们以为在幸福花园里一定可以找到幸福的青鸟，但精灵们说，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幸福的青鸟才能得到幸福呢？契契尔和米切尔听了，只好再度失落地离开。接着他们又去到了享乐王国和未来之城，但还是没有找到青鸟，他们只好两手空空的回到小村庄。很快的，老婆婆便找上了门，
契希尔和米切尔只能失落地回答老婆婆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没有找到幸福的青鸟。”老婆婆说：“不是就在你们身后吗？”契希尔兄妹听了很惊讶地转身，发现家里原本黑色的鸽子居然一根一根羽毛逐渐变成青色的。寻找传说中那一只青色的鸟，当我盼望，当我寻找，幸福就会为我留扇窗。也许步履蹒跚，路途之遥，我相信我会找到。只要我还祈祷，抱着希望，没放弃一丝一毫，幸福也会悄悄来到。老婆婆说：“只要持续寻找幸福，相信幸福，幸福就会在我们身边的。”今天的故事好听吗？我们故事说完喽。今天的故事改编自法国童话《寻找青鸟》，故事开始喽，第一季已经来到尾声，快要结束啦。如果想要听更多好听的故事，别忘了在 Podcast 关注 YouTube 订阅 Facebook 按赞 IG 追踪哦。我是 Fabian，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我们下次见。